我穿越到了古代，成为了一名9品县令。可是我的废物系统却只给我无限的馒头和榨菜。于是我要求百姓每天必须工作满8小时，不但不给半文工钱，而且每餐只有馒头咸菜。本以为他们很快就会揭竿起义，可没想到他们不但不反抗，反而劳作的愈发卖力，脸上甚至还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笑容。第一天他们不敢置信，大老爷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这难道是给俺们的断头饭吗？第3天人们纷纷议论，以为我要养死士，宁可把性命交给我，也要做个饱死。第5天有人窃窃私语，怀疑这究竟是不是真的，还是自己已经饿晕过去。现在的一切都是幻觉。7日之后，他们齐齐跪倒在我面前。大人，您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开口，我们的这条命都是您的。愿为大人效死。3个月后，我带领百姓心灰意冷，竟然从地里挖出来一块巨龟尸体，龟背上刻着“不落属”，中央还写着8个大字：寿命为天，既寿终长。我还没懂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一名随行的士兵就给我披上了一件黄色的长袍。大人，天冷了，加件衣服吧。我望着身上的龙纹黄袍，看着周围百姓和士兵敬仰的目光。朕可是忠臣啊，并无半分逾越之心，你们只是害苦了朕啊！我刚穿越而来的那天就被抄了家，在我还什么都没搞清楚的时候，原主的父亲陈汝就被斩首示众，全族人要么被杀，要么被发配边疆，而我这个唯一的儿子险些晋升成了太监。好在朝中有父亲的故交为我求情，这才逃过一劫，最后被贬去北境苦寒之地当了县令。由于路途遥远，又赶上了10疫爆发，我和贴身丫鬟倩儿不幸患病，性命垂危。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接受死亡时，我竟然无意进入了系统空间。恭喜宿主觉醒无限馒头系统，每日登录可赠送您10斤馒头。本以为穿越古代能靠现代科技干出一番事业，可这无限馒头与我何用？好在新手大礼包中开出了一个医疗箱，里面刚好有一些治疗10疫的药物，服用过后，虽然身子还很虚弱，可终归是没有了性命之忧。倩儿对我感激涕零。少爷，您的救命之恩，奴婢莫齿难忘，只求能一直跟随在您左右，服侍您一生一世。倩儿比原主大上几岁，自小就跟在原主身边。家道中落后，那些家丁全都各奔东西，只有倩儿依旧追随着我。马车继续向北行进，我看着沿途愈发荒凉的景象，心情沉到了谷底。周围的土地全部皲裂，放眼望去寸草不生，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尸堆，一具具被风干的尸骨被随意的丢弃在路边，偶尔能见到几个活人，无论老少也都是瘦骨嶙峋。眼看就要入冬，他们身上穿的却还都是单薄的衣服，3两人互相搀扶着，才能勉强的向前挪动。倩儿长叹了一口气。近年来天灾不断，朝廷的苛捐杂税又日益繁重，尤其是这北境边远地区，匪患连年，百姓的生活可谓苦不堪言。倩儿的话让我对目前的形势有了粗略的了解，同时也惊讶于一个丫鬟竟然有如此见识，实属难得，日后可堪大用。随着天色渐暗，我们停在了一座村落当中，准备在这里借宿一晚。可当我下车后才发现，这里的院落都已破败不堪，不似有人生活的痕迹。倩儿挨家挨户的去敲门，却没有一户人家回应。我们一直朝着村子深处走去，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叫骂的声音。我和倩儿循声过去查看，只见3个中年男人将一个瘦弱的女孩围在墙边。赶紧把偷的野菜交出来，不然打死你个小畜生！少女蜷缩在墙角，双手抱头，全身不住地颤抖着。我没偷，这是我自己挖来的草根。3个男人闻言就要动手，一人扯着女孩的胳膊，另外2人抬手就要往女孩的身上摸。还在嘴硬，看来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会学眼看乖了。一个男人挥拳就要打在女孩身上，我厉声呵斥：“住手！”随即冲上前去拉住了那女胳膊。虽然我也是大病夫，身上没什么力气，可这些长期营养不良的我更是骨瘦如柴。我轻而易举的就将3人赶走。倩儿蹲在女孩面前检查她的伤势，发现并无大碍后才舒了一口气。女孩起身，她满眼感激的对着我行了个礼。小女子多谢大人出手相助。倩儿用手擦去女孩脸上的污渍，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。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了？这么晚了怎么还一个人出来？多危险啊！少女骄傲的扬起了头。我叫江芷萱，今年16岁了。这个名字是爸爸给取的，他说女孩就要像鲜花一样温文儒雅。倩儿听后微笑着摸了摸江芷萱的头发，很好听的名字，姐姐也喜欢花。金黄色的油菜花，不但漂亮，还象征着丰收和富足。江芷萱重重的点了点头，随即她的脸上多了几分与年龄不相符的愁容。奶奶染上了10疫，还在家里卧病呢，我得赶快回去了，不然奶奶就该饿坏了。我听完江芷萱的话，只觉得心里发酸。我这儿有治疗10疫的法子，不知可否带我上门看看你奶奶的情况。江芷萱知道我会治病，眼睛一下就亮了。可听说我要跟她回家，脸上的表情又从惊喜转为窘迫。可是我家没钱看病，也没有余粮可以招待二位。我微笑着朝她摆了摆手，不需要你的招待，只要让我们借宿一晚就便宜。我示意江芷萱在前头带路，她便兴奋地一路小跑，朝着家里赶去。江芷萱住在村尾的一间破旧小屋里，四壁都是由黄土堆砌而成，屋顶则是木质的框架上铺上一蓬蓬的茅草，只能遮风却挡不住雨。
屋子里空空如也，连桌椅灶台都没有，只在墙角摆着2张草席当做床。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妪佝偻地躺在草席上，气息十分微弱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气了一般。江芷轩轻轻地将老妪唤醒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奶奶，这位大人来给您治病了，您马上就要好起来了。老妪这才勉强睁眼看向我们，她的声音极其虚弱，语气中带着歉意。我们身无分文，付不起医药费，劳烦大人白跑这一趟。我神情复杂地看着老妪，这灾荒乱世，最要紧的就是人命，偏偏最不值钱的也是人命。我朝老妪摆了摆手，奶奶，我不收您的钱，只要留我们在这儿住上1晚就好。老妪不可置信地看向江芷轩，江芷轩眼眶微红。放心吧，奶奶，大人和姐姐都是好人。我示意倩儿照看老人，自己则转身出门上了马车。我打开系统界面，将新手大礼包中剩下的10亿药品取出，又点击领取了系统每日免费赠送的10斤馒头。当我提着重重的口袋回到茅屋时，3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我将装着馒头的口袋递给江芷轩，这些都是给你们的，拿着吧，就当做收留我们的感谢了。江芷轩的双手微微颤抖。要知道饥荒年代，几升米就价值千金，更别说用小麦细粉蒸制出的馒头。就算是富裕年间，普通百姓也是吃不上的。就连一直跟着我的倩儿也一脸的不可思议。她清楚地记得，我们此次出行绝对没有带馒头。那我手上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江芷轩直直地盯着馒头，吞咽了一口口水，2行清泪顺着瘦削的脸颊流下。他的爷爷曾经为了一颗野菜和人大打出手，结果被人打碎了脾脏，不治而死。临终前，爷爷最后的愿望也不过是想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白馒头。江芷轩突然跪在地上，一边磕头一边谢恩。多谢公子大恩。一旁的老妪也是老泪纵横。恭喜宿主收获民意+3，当前民意值3，累计民意值3，基础民意商城开启。当民意值累计达到100时，开启终极民意商城。系统音适时响起，这时我才知道这个系统的真正作用，那就是可以通过积攒民意值，通过民意商城来兑换各种物资。刚刚开启的基础民意商城里面只有3个板块：普通食物、基础材料和一般工具。我将3个板块分别打开，只见普通食物当中只有精米和面粉，每点民意值兑换100斤；材料当中有砖瓦，每点民意值兑换100块；而工具栏可兑换的东西就多了，各种农具应有尽有，只是价格也高了许多，每点民意值只能兑换1件。我心满意足地退出系统，筹划着该如何获得更多民意值。简单的吃过晚饭后，我正准备合衣入睡，倩儿却突然神秘兮兮地将我拉了出去。少爷，那袋馒头是从哪里来的？奴婢明明记得车上并没有馒头。我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认真的女生，沉吟片刻后，抬起手指指了指天空。倩儿猛地用手掌捂住了自己的嘴，良久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少爷，您是说……我直接打断了倩儿的话。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看到我从容的样子，倩儿确信了自己心中的想法，她看向我的眼神变了，突然跪在地上。奴婢明白，奴婢愿跟随在少爷左右，出生入死，在所不辞。我将倩儿扶起，悄声回到了屋子里。本以为这一夜会安稳的过去，然而后半夜石屋外突然狂风大作，呼啸声宛如水冰的地，要将世间的万物都通通撕碎一般。我突然感到身子一冷，接着一股股寒风便扑面而来，那感觉如同溺水，连呼吸都困。我注意到头上的屋顶茅草被吹走大半，防风一阵一阵的断响。此时屋子里和外面并没有什么差别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倩儿，竟发现她的位置空着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我刚要起身，就见倩儿手里提着一个包袱从屋外，费了好大劲才勉强关上。那是我们带的行李，里面除了路上的口粮外，还有一些御寒的衣物。她将一件厚实的大衣盖在老妪身上，可是却没有看到江芷轩的身影。这时我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女孩的呼喊声，在风声的掩盖下若隐若现。倩儿大惊失色，我们2人急忙出门寻找。风太大，我们举步维艰。幸运的是，就在不远处的胡同中，我们看到了江芷轩的身影。他此时正趴在墙头，伸手去捡一片挂在墙头的茅草。就在我松了一口气时，却发现从阴影中走出来了10几个男人。江芷轩刚拿到茅草从墙上跃下，就被这10来个男人围在中央。借着月光，我看到白天被我赶走的3人也在其列。他们一步一步地慢慢靠近我，把江芷轩逼向死角。白天偷了老子的菜，晚上又来偷茅草，这下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江芷轩抱紧了怀里的茅草。这是我家的，被吹到这儿来的。在我家墙头上就是我的。男人一脸奸邪地笑着，要么把草交出来，要么就用你的身体偿还。说着，一群男人就本是收进了江芷轩。住手！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冲上去把江芷轩护在身后，警惕地和这些人对峙。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，算什么本事？一个中年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又是你来坏老子的好事！这小畜生偷东西，人赃俱获，你还想包庇纵容不成？江芷轩带着哭腔的声音在我身后弱弱响起。我没有偷东西，他们胡说，他们是想欺负我。我心中顿时火冒三丈。灾荒年代，百姓遇子而食，那也是为了活下去。而这些有手有脚的人，居然想占一个女孩的便宜，那就是纯粹的恶。这些人也有取死之道。我让倩儿带着江芷轩先回去，虽然倩儿有些担忧，但还是听从了我的指令。这些男人看见倩儿，更是满脸淫笑。哟，这儿还有一个，看来今晚咱们能好好享受了。
我进入系统空间，在基础名义商城中用1点名义值兑换了1柄铸造锤。得把这个碍事的小子解决，谁就第一个品尝。这些人完全没注意到我手中凭空出现的铸造锤。我后退一步，抡圆了沉重的铁锤，朝着面前男人的额头砸下去。那人当场倒地不起。在双方差距不大的情况下，钝器的杀伤力远高于刀金，不多时便将这几个男人放了。我没有留手，这样的人就算让他们活下去，也只会变成一方祸害。我将已经染血的铸造锤放到马车上，随后回到茅屋。就这么一会的功夫，茅屋中的温度已经和外面没什么差别了。倩儿将冬衣全都盖在了老妪身上，而她自己却冻得脸色惨白。江芷轩缩在倩儿怀里，两人抱在一起，都在微微的颤抖着。江芷轩见我回来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本想出去把屋顶修好，可没想到却遇见了那些无赖。大人，您又救了我一次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我心中十分不是滋味。我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递给倩儿。你们先在这里忍耐一下，我去修屋顶。江芷轩呆愣了一下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从前见到的大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从来没把自己这些平民当作人。而今天的这位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不但免费给奶奶治病赠送食物，现在又要亲自帮自己修屋顶。难道他们是救苦救难的神仙吗？走出门外，我艰难地爬上了房顶，用仅有的2点名义值换购了200片瓦，将漏风的房顶上铺满了瓦片，还寻了石头将屋脊的部分压实。等到忙完这一切，天已经快亮了。周围的邻居也都抱着茅草，各自修复着受损的房屋。见到江芷轩家房顶上铺着整齐的瓦片，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。上百块瓦片整齐地铺开，在初晨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泽。这场景他们只在大人物的口中听说过。江芷轩站出来，骄傲地讲述了我昨晚的事迹。百姓们面面相觑，随后齐整的跪伏在我面前。求大人赈灾救民，我等永世不忘大人的恩德。系统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。恭喜宿主收获名义加17，当前名义值17，累计名义值20。名义值累计达到100，可开启终极名义商城。我看着眼前这群人，他们当中有脸色苍白、嘴唇发紫的小孩，有面黄肌瘦、行动僵直的老人。我突然想到一个诗句：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我看着眼前的灾民，斩钉截铁地说：我会给每户发放粮食，帮你们熬过这个冬天。如果想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就去北边的大泽县找我。在场的众人闻言皆磕头不止。我打开基础名义商店，放了500斤大米和500斤面，按人头数发放了下去。这些粮食足够他们撑过3个月。看着他们脸上久违的幸福，我欣慰地带着倩儿离开了这里，又赶了整整1天的路。在日暮西垂的时候，我们终于到了大泽县。城门大开，竟没有一个守城的差役。马车缓慢行驶在狭窄的街道上，两侧的住宅店铺一片狼藉。街上的县民见到我，眼中只有恐惧和怨怼。倩儿叹了口气，之前的县令打着重建的旗号，毫无下限地压榨百姓，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，对官府更是没有半分信任可言。我听着倩儿的话，眉头越皱越深。这些事情难道朝廷不管吗？倩儿眼中闪过一丝恨意。朝堂之上的那些人只管自己吃香喝辣，根本毫无作为。这种芝麻小事怎么会入他们的耳？我攥紧拳头，心中暗暗发誓，既然让我穿越来了，那么我就一定要改变这一切。我们的马车停到了县衙门口，檐下的牌匾已经摇摇欲坠，外墙更是年久失修，只轻轻一碰就会掉渣。推开褪色的大门，正堂中更是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，不知有多久没人踏足过了。我侧头看着倩儿，拿纸笔来。即日起，凡本大泽县居民愿意为本县劳力者，3餐管饱，有特殊才能者自荐，县衙可供养其家老小。告示一张贴出去，县民就纷纷围观。真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不知道这位新县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百姓尽管心中存疑，但第2天一大早，仍有一大群人围在县衙门口，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此事来。昨天布告上写的都是真的吗？只要干活就管饭？谁知道呢？死马当活马医呗。我副手站在县衙门前，告示中所言句句属实，只要辛勤劳作，1日3餐必不可能少。若有一技之长者，报酬只会更多。不过，本县令的要求你们也要记好。百姓眼中的期待瞬间消失不见。果然如他们所料，这告示只不过是噱头。这新县令和过去的那几位都一样，说是3餐管饱，其实是没日没夜的劳作，最后给一口饿不死的米汤罢了。我注意到百姓的变化，微微一笑。只有让他们失去希望，他们才会对来之不易的幸福格外珍视。我要求你们每天必须干足4个时辰的活，闲暇之余不允许寻衅滋事，更不可与邻县之人发生冲突。你们能做到吗？百姓面面相觑。我提的这3个要求基本上聊胜于无。一天只要干4个时辰就有3顿饭，天下真有这等好事？你说干什么活，我们答应就是。我转身朝他们招了下手，能做到的就随我进来吧。众人都面露疑惑，究竟是什么活，还要到县衙里面去干？重修县衙也用不上这么多人吧？虽然心中怀疑，可他们还是跟着我进了县衙正堂。昨天我命2个衙役将正堂彻底清扫了一番，现在虽然还很破旧，可却干净整洁。4张桌子拼在一起，上面堆满了热气腾腾的馒头，落得如同小山。旁边的一口大缸中盛满了咸菜，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。先吃饭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？只要你们肯为县里做出贡献，
本县令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见到这一幕，百姓们看的眼都直了，满是对食物的渴望。县令大人，这些真的都是给我们吃的吗？这个年代有东西吃就不错，哪能奢望吃上白花花热腾腾的馒头，加上还有榨菜的盐。有的人吃着吃着就哭了，他们早已不记得上一次吃饱饭是什么时候。今天的事在整个大泽县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。第二天一早，几乎全县的人都到了，足有几百人密密麻麻的堵在县衙门口。见我出来，他们齐齐的躬身跪拜。我等愿意跟随大人，尽心竭力为大人分忧。恭喜宿主收获民意加478，当前民意值478，累计民心值498，终极商城开启，民意值累计达到1万，可开启高级民意商城。我激动的点进去查看，发现终极商店里多了各种肉类饰品，鸡鸭牛羊应有尽有，每点民意值可兑换10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甲胄、刀剑等武器，只是价格更贵，每2点民意值才能兑换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就可以组建自卫军了。我从系统中换来了大量的砖瓦水泥，先将城中道路修得平整宽阔，然后一边重修商铺，一边分配土地，农商同时发展，让有头脑之人思经营教学，年轻力壮之人思农耕建造。我还开设学堂，亲自教孩子现代思想。1个月后，整个县城彻底焕然一新，百姓们因为吃得好，也都面色红润，身强体健，就连笑容都多了。我选拔出一批优秀的青年，培养成军队，每天由倩儿练兵。她不但精通政治军事，甚至还对带兵有着知道的理解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会将一个女子按照将军的标准培养，又肯让她以丫鬟的身份陪伴我走到？我对倩儿的身世愈发好奇了，可却从未开口问过她。我相信有一天，她会主动向我坦白。转眼凛冬已至，天上飘起了雪。这天我正在给县民分发过冬的衣物，这时一个门吏慌张地跑过来。大人，门外有10几个流民求见。我思索了一下，想来是江芷轩他们，便让门吏开门放行。很快，江芷轩就带领着众人着急忙慌地到了启动。他上气不接下气，满脸惊慌地指着：“流寇来了！”我扶起江芷轩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江芷轩稍稍平复了一下，而后泪水夺眶而出。我们的村子被流寇袭击，他们的身上都有武器，抢走了您给我们的食物。奶奶想要反抗，却被他们活活打死了。我心疼地摸着江芷轩的头，小小年纪就无依无靠，实在是太过可怜。江芷轩抬手抹了一把眼泪，声音哽咽：“流寇一路袭击，很快就会到大泽县的。”我站起身来望向远，传我命令，出兵围剿流寇。江芷轩本想劝我死守城门，没想到我居然选择了主动出击。他呆呆地看着我，见我眼神坚决，也就再没做什么。我和倩儿亲自带着100名全副武装的步兵出了城门，刚走出去不远，就见到流寇打过来，100余人手持刀剑立聚在一起。流寇头目见我们配备的武器装备，自知不是对手，点子扎手。可我们没有给流寇撤退的机会。我和倩儿各带一队，直接杀入敌阵攻击。这些流寇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只是一个照面死伤，就近半数。倩儿更是亲手斩杀了对方的头目，其余流寇见头目已死，更是乱了心神。他们四散逃窜，却被我们的人尽数抓获，缴械投降。我没有杀了他们，眼下正值发展阶段，凡是能为我所用的，我都会尽量招揽。我让人将俘虏押我城专，让他们亲眼看看大泽城百姓的生活。我们这里的百姓丰衣足食，若你们愿意留下来，和城里的百姓一样，靠自己的双手劳作，我不但不杀你们，还可以提供衣食住所，帮你们安定下来。这些人本就是受生活所迫，不得已才成为流寇的。听我此言，纷纷选择跪倒拜服，成了我大泽县的良民。事后，江芷轩不解地问我：“大人，这些不都是坏人吗？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，还要给他们食物？”我深呼了一口气，因为这个世道让好人活不下去，才逼得他们不得不做坏人。我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，他们自然又会变成好人的。江芷轩突然抬头懵懂地看着我：“如果一天一天我们被逼到活不下去了，也会变成坏人吗？”我的心头一震，没想到这个小姑娘竟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。我苦涩地笑了一下，没有作答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励精图治，建立了统一的供暖系统。虽然天气十分严酷，但百姓们却没有一人感染风寒。眼看年关将至，我叫上倩儿随我出街视察，整个县里都被布置得喜气洋洋，每户人家门前都挂着大红灯笼，春联窗花样式精巧，街边叫卖的冰糖葫芦吸引着许多小朋友的围观。见到这个场景，我的心中也暖暖的。百姓当中有人认出了我，县令大人。那人一脸兴奋地朝我挥手，引得无数人纷纷转头朝我看来。我无奈服了，本官只想出来看看人间烟火，你们如此大惊小怪，倒让本官不知所措。在一阵欢笑声中，我远离了闹市。与大泽县张灯结彩的景象不同，周围4县的百姓仍在忍饥受冻，他们的县令只懂得享乐，毫不在乎百姓的死活。见我大泽县一片其乐融融，让周围4县的县令心生不满。此时4人聚在一起，正饮酒阔谈，桌上的菜品皆是燕窝、赤参等华贵之物。那个大泽县新来的小子，居然在这蛮荒之地搞得风生水起，把我们县的那些民众勾得一个个眼馋心热，竟然敢让我开仓放粮，简直岂有此理！ 4人举杯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我倒是有一计，既然那群民众都想去大泽县，我们放人过去就是了。说完，四人贼贼的笑起来。这日我正监督着百姓们打井，守城的门吏过来向我报告：报告大人，门外突然出现大量流民，他们都手持器具吵闹着要进城，不放行就在城门上乱敲乱砸。我摸着下巴思索，觉得是有蹊跷。问过这些流民是从哪里来的了吗？门吏应道：他们都是周围4县的人，说慕名前来想要投诚，但口径出奇的一致，好像有人组织引导一般。我微微一笑，周围4县嘛，看来我的举措让有些人坐不住了。既然想投诚，我们自然来者不拒。倩儿，带兵随我前去，亲自欢迎。城门大开，100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围观，将那群流民围在中间。我站在士兵当中。既然各位想要来投诚，那本官自然拍手欢迎。只是本县从不养闲人，要给你们讲讲规矩。这群流民听完无一不心动，每天只要干4个时辰的活，不但馒头管饱，还有鲜肉蔬菜供应。看着我们县百姓的精神状态，他们知道我没有说谎。本来这些人都是受县令指使来闹事，没想到我不但既往不咎，还打开城门欢迎他们加入。想到曾经没日没夜的劳作，却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压榨，已经动摇了。在下愿意加入大泽县，誓死追随县令大人。一个年轻人表示归顺于我，其余人也都纷纷效仿。恭喜收获民意加520，当前民意值527，累计民意值1018，民意值累计达到1万，可开启高级民意商城。我将这些人引入城中，先请他们吃了顿饱饭，随后派人将他们带回居所，再统一分配工作。这群新人很快就融入了集体。我自然知道这几个县令打的什么主意，不过心中也早做好了打算。我数着日子，果然第3天一早，邻县的4位县令便找上门来，他们都被大泽县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就在不久之前，大泽县是附近几个县中最贫穷破败的一个，想不到这个年轻的小县令刚来不久，就把这里从内而外的变了副模样。震惊之余便是嫉妒与忌惮，一旦让朝廷知道我的功绩，恐怕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所以今天无论如何，也要让这个小子学会收敛锋芒，至少也要从他身上捞到些油水。这4人趾高气扬地站在我面前，这位就是大泽县新来的县令，果然年轻有为呀！我站在高处，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。本官自调任以来，忙于公事，一直未去拜见各位前辈。今日几位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他们见我还算客气，便觉得我是个任人拿捏的人，语气也强硬了几分。听闻你扣押了我们县的百姓，我们是过来要人的。一旁做工的人脸色大变，眼中既惊恐又愤怒，生怕我将他们交还回去。体验过了吃饱穿暖，谁也不想再去过从前的苦日子。我打量着4人，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皇都才有的布料，一匹之数不下100钱，显然是中饱私囊鱼肉乡里的狗官。我的面色沉了下来。他们既然来了，就是我大泽县的人，你们是哪里来的野狗，也配到我这儿来要人？4人看着我不怒反笑，这些人的名字都记录在册，你别想耍赖。当然，如果你执意留人也好说。每个县民我们100文，钱给够了，我们立即就走。我看着4人眼中闪过算计的光，想来他们此行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你，而是敲诈。这等贪得无厌之人，简直是败类。我冷眼看着4人，杀意已决。倩儿似是读懂了我的心思，将自己的佩剑递给我。我缓步走进了4人，二话不说打起，只一瞬间就抹了4人的脖子。周围的百姓见状，先是一阵惊恐，随即爆发出了剧烈的欢呼声。杀得好，狗官活该，这些人死得其所。县令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官员。杀了他们，我们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朝廷迟早会知道，有些事情我们要提前做好打算。我知道倩儿的意思，杀害朝廷命官，无异于公开而死。一旦被朝廷知道，我们这些人一个都活不了。而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抓紧有限的时间，不断发展造化。我将周围4县的外城合并成了一座规模完善的城市区，并且重新规划扩张，更名为大泽城。在周围筑起了坚固的城墙，外围修建了护城河，开了东南西北4方城，日夜都有守军把守。现如今，大泽城的常住人口5亿，军队也有足足2000人。系统中的高级商城被我截，车马粮草都可以随意兑换，再也不用担心民意值不够用的问题。我将军队一分为4，分别培养，其中步兵500，负责把守东南西北4座城；车兵500，负责应对外敌来犯；轻骑兵和重骑兵各500。想要南下讨伐昏君，骑兵绝对是主力军。这1000人便是精英中的精英。倩儿也展现了极为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弓马骑射无一不精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各类兵种都已经初具规模。这夜，天上又飘起了细碎的雪花，想来是这个冬天的最后一场雪了。我坐在灯下审阅着案子，虽说现在百姓们衣食无忧，可人的劣根性就是如此，一旦没了生活的压力，就会生出自私贪婪的性子。虽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纠纷，可每天都让我头疼不已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守城的官兵突然来报，一队伤兵请求进城，目测有上百人，因为他们都穿挺统一发放的正规军备，所以我们就放行了，把他们安置在医馆当中，请县令大人主持大局。我的神情一下紧张起来，在守军的带领下，
和倩儿急匆匆地赶往报馆。我登门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全部包扎好，正躺在床上休息。本官是这大泽城的县令，不知各位从何处来？这一身伤，又是什么缘故？众士兵沉吟良久，主将梁勇才回答我：我们本是北境的守军，前夜蛮族来袭，人数是我们的2倍还多，加上我军粮草早已告急，人困马乏，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。加急发回京师的战报也迟迟没有回应，无奈之下，我们才被迫放弃边疆，逃命至此。我听了士兵的话，心中是又急又恨。边疆战事关乎国家安危，朝堂之上的这些人居然不管不问。我进入系统空间，从新手大礼包的医疗箱中取出了一小瓶金疮药，交给梁勇。你们安心在此疗伤。传我命令，全城守军进入备战状态。倩儿缓缓走到我身边，轻声说道：敌众我寡，不宜贸然出城迎战，我们可以据城而守，等到敌人按耐不住发动总攻时，我们再出兵将其包围，一网打尽。我点点头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敌军是在次日的下午赶，足有上万人的大军聚拢在北城，颇有黑云压城欲摧的气势。为首的将领拓跋烈也凶强，他一马当先站在城下叫着：识相的乖乖开门投降，等我军杀入城内，必定不留活口。我站在城墙上，面对敌军的叫嚣，神色如常。放！下一秒，无数巨石从城墙上投掷而出，城下的骑兵乱作一团，整齐的阵型很快就被拓跋烈高呼一声，率军撤退。待到巨石投完，拓跋烈以为时机已到，便命人攻城。可他的部队刚刚靠近，漫天的箭雨便接踵而至。拓跋烈心知，若再次撤退，定会叫军心动荡，于是他咬着牙下令攻城。可是他很快就发现，这座城要比想象中坚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攻。拓跋烈愤恨地望着城头上的我，他知道再拖下去自己毫无胜算，便下令发起总攻。在巨石和箭雨攻势下，他们依然架起了云梯，前赴后继地爬上城，和守城士兵厮打在一起。此时敌人的注意力全在敌城，这时东西两座城门大开，梁勇和倩儿各自率领一支部队从两翼包抄过去。梁勇的伤势还没好，可他坚决要求带兵出战，我只能答应他的请求。他们并不与敌军正面交锋，而是不断的进行一点点蚕食敌人的剩余部队。看着自己手下人数不断锐减，拓跋烈只好下令后撤。可这时拓跋烈才绝望地发现，自己的部队已经溃不成军，四散乱，根本不听自己的命令。拓跋烈心神大乱，他挥舞着砍刀想要冲出重围，却被梁勇一刀斩于马下。其余战士见首领已死，连逃跑的欲望都没有，纷纷选择缴械投降。这一战大获全胜，近万数的敌军斩杀超过6成，俘虏2000余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梁勇经此一战，完全拜服在我的才能之下，带领着他的剩余残兵加入我的麾下。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民兵，而是经受过严酷训练，在战场上和敌军以命相搏的边境守军。有了他们的加入，我军的实战能力便又上了一个台阶。我的一系列事迹很快就传到了皇帝赵钱的耳中。这小子不但私建城池养兵自重，还残害朕指派的命官，犯下谋逆之大罪，这是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。你们谁能带兵，速速把这小子给朕灭了！朝廷重臣面面相觑，灾荒连年，赋税收不上来，国库空虚，粮草告急，现在根本无兵可出。但这位皇帝的脾气他们都了解，这话谁也不敢说出来。赵钱大怒，满朝文武一个能替朕分忧的都没有，朕养你们有何用？若再没人领旨，所有人罚俸半年。这时一直躬身在侧的左臣上前进言：这小子不过一介县令，陛下何须如此兴师动众？只需一封诏书，将那小子调回京中，在您眼皮子底下，还怕他翻出天去？如果他胆敢抗命不归，我们再发兵征讨也不迟。赵钱闻言立即喜笑颜开，只有左爱卿为朕筹谋。那爱卿觉得谁去做这个使臣比较合适啊？左臣不暇思索，就让文硕将军前去，皇上意下如何？赵钱听到文硕这个名字，神色明显不悦，他甚至不愿提起这个名字。就让他去，省得在朕眼前看着心烦。文硕本是前朝重臣，跟随先皇出生入死，可以说这江山一半都是靠着文硕将军打下来的。可自赵钱即位之后，他便受了冷落。文硕曾多次进谏，要赵钱勤勉治国，不要贪图一时享，而荒废了这江山社稷。此言惹得赵钱不悦，便设法施了他的兵权，遭到满朝坚定的排挤孤立。文硕看不上赵钱的做派，一直称病在家，许久未上过朝了。这次接到圣旨，文硕虽心中不满，可也没有办法推辞。他骑上快马，带着10数人，便踏上了前往大理。这一路上的荒凉，他都看在眼里。想到赵钱夜夜笙歌，他只觉得心痛。先帝戎马半生打下的江山，如今却败在了这个20几岁手上，可悲可叹。很快文硕便到达了北京，他只是远远看去，就被大泽城的恢宏所震撼。城墙高至10余森，墙头上的投石车与弓弩闪着森然的冷光。灾荒年代，国库尚不丰盈，而这一个小小的瑞景县，竟然能达到这里。他心中升起了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：城中的这位是不是比赵钱更适合做上宾？文硕和守卫蒋迎来一就被带着前往了县衙。我正襟危坐于公堂之上，刚刚审理了一桩百姓纠纷的案子，倩儿为我端上了一杯热茶。少爷，歇一歇吧，案子是永远也审不完的，别将身体累坏了。您是天命之子，
咱们的计划还要靠您去完成呢。私下无人的时候，倩儿便会叫我少爷。每这时，她的眼中便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淡淡的落寞，似乎是想起了从前在府中的日子。我喝了一口茶，示意倩儿在我身边坐下。幸好有你在，帮我分担了许多麻烦，否则现在我还在为培养军队的事情焦头烂额呢。倩儿微笑着，我却从她眼底察觉出一丝悲伤。少爷，您是天选之人，奴婢为您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。如果有一天奴婢不能陪在少爷左右，梁勇是个可用的人才，就让他代替奴婢的位置吧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种话，正欲开口安慰他时，门里便带着文硕走了进来。你可是这大泽县的县令，我是皇帝派来的使臣，特意前来送此诏书。我走到文硕面前，双手接过诏书。在下陈胜，接旨。文硕的手突然颤抖了一下，他看着我的脸，眼中突然泛起了晶莹的光。陈胜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当年我和你父亲陈汝一同征战时，你还是个小娃娃呢。听完文硕的话，我才恍然，眼前这位就是原主父亲的故友，也就是当时替我说情，让我免于挨刀的那位朝廷大臣。我真心诚意地对他拜了3拜。文硕将我扶起，不经意间把嘴凑到我的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：皇帝此番召你回京，用心险恶，务必小心。我感激地看着文硕，用力地点了一下头。当天夜里，我和倩儿、梁勇3人坐在县衙中探讨此事。文硕将军曾与老爷交好，他如今提醒，定是朝中对大人心存忌惮，恐怕此番回京，照反是假，幽禁是真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干脆不去了。反正朝廷昏庸无道，我们直接起兵，反了就是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可，眼下以我们的实力，断然不能与朝廷硬碰硬。梁勇泄气地坐下，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倩儿沉思良久，突然抬头，我有一计。我和梁勇的视线都聚焦在了倩儿脸上，她义正辞严地说：我们必须回朝，只是大人本人不能回。我瞬间想到倩儿的意思，正要拒绝，倩儿却没给我这个机会。梁主亮，你可怕死！梁勇痛快地摇了摇头，我一心守疆卫国，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若不是陈大人相救，鄙人早就窝囊地死在了蛮族手里。陈大人是个能体恤民意的好官，能为这样的人效力，是我的荣幸。我这条命就在这儿，任你们调遣便是。倩儿欣慰地点了点头。京中人虽知北境有陈胜这么一个人，可他们毕竟没见过大人。梁勇当即就明白了倩儿的意思。倩儿姑娘可是要我代替大人进京？倩儿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此招凶险，胜算却大，我会随梁将军一同前去。我看着倩儿决绝的眼神，心突然狠狠地揪了一下。大人不必再出言劝阻了，这是当下唯一的办法。一来可以摸清京城的局势，为我们日后的计划做好铺垫；二来也可为您争取时间。我攥紧了拳头，在前世的小说当中看到主角用人如其杀伐果断，我总觉得很帅。现在这些落到我自己身上，我才知道要有多么坚定的内心，才能平静地看着身边的人赴死。我们没有在讨论这件事，而是命人备了丰盛的酒菜。我们从初见聊到现在，把酒言欢，不醉不归。梁勇以收拾行装为由提前告辞，我差人将他送回了住处。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倩儿2人，倩儿的酒量大得惊人，我都神志不清了，她还在为自己斟酒。我知道少爷一直好奇奴婢的身世，其实我是和你同父异母的姐妹。父亲将我以丫鬟的身份养在身边，教我军事知识，希望日后我能成为你的左膀右臂。倩儿的双眼无神地望着远方，似乎回忆起了遥远的从前。岂料父亲被诬陷斩首，你被发配到了北疆。起初我担心你不适应苦寒的生活，直到你把大泽县建成如今这个样子，我才知道你是那个可以推翻昏君暴政的明主。听了倩儿的话，我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，难怪她自幼入府，始终陪伴在我身边，即使家道中落，她也不离不弃。现在一切都解释了，我的泪水止不住了。我想叫她一声姐姐，可酒精麻痹了我的神经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当我再次睁眼时，发现自己正躺在房间的床上，不远处放着一杯温热的茶水，外面天色已经大亮。我疯了似的冲出房间，却听说姐姐和梁主将已经随文硕离开。我有满腹的问题想要询问，我还没来得及叫她一声姐姐，她就这么离开了我。我给了自己1天的时间来整理情绪。次日天还未亮，我早早的起身出城，游走于边境各县，利用系统兑换的物资招兵买马。姐姐，等我。倩儿和梁勇刚一进入京城，就被自称接引的大臣带去了皇宫。宫殿之内经营陈设华丽，梁勇从未见过这些，他的眼神都有些吃了。可随之而来的便是愤恨。边境守国门的将士连饭都吃不饱，京中养尊处优的大人物竟然如此奢靡。倩儿轻轻碰了碰梁勇的胳膊，拉着他跪在赵钱面前，行3叩求拜大人。微臣陈胜拜见皇上。奴婢倩儿拜见皇上。你就是陈胜。听闻你在北境带领百姓安居乐业，兴修土木城郭，还多次抵御匪盗，击退蛮族。如今一见，果然是少年英雄。
哈哈哈！朕特意为爱君办了这场庆功宴，二位入座吧。赵钱虽话语中满是溢美之词，可眼中的杀意却隐藏不了。妾儿扶起梁勇，再度躬身。皇上恕罪，大人长途跋涉，偶感风寒，不宜开口说话，恕奴婢冒昧。恐怕今日要由奴婢带回皇上的话了。赵钱面色阴沉，朕倒是未察觉爱卿身体抱恙，还让功臣行此大礼，是朕不懂体恤了。妾儿端着酒杯起身。大人虽身处江湖之远，却日夜忧思皇上。今番幸得皇上召见，欣喜的夜不能寐，这才染上寒凉。岂料竟惹得皇上担忧，好意反成恶果，还望皇上宽恕大人的无心之失。赵钱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难怪陈爱卿会带你一同来面圣，果然是个奇女子。想必陈爱卿能有此番作为，短短时间就立城设兵，也少不了你的从旁辅佐吧。朕敬你一杯。妾儿听罢，冷汗直流。他心知皇帝这是准备兴师问罪了。妾儿没有接受赵钱的敬酒，而是当即跪伏在地。皇上谬赞，奴婢不敢应承。边地苦寒，百姓疾苦。听闻大人是皇上亲旨的父母官，百姓感念皇恩浩荡，这才民心所向，有此盛举。倒是大人该替北境百姓敬皇上才是。梁勇闻言起身，双手将酒杯高举过头，躬身向赵钱敬酒。赵钱听闻妾儿所言，哈哈大笑了一声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若是朕的臣民都有陈爱卿这般觉悟，这江山之繁盛岂不传续万代？随即赵钱眼露凶光，只是传闻与大泽县比邻的4县，那里的县令平庸无能，传朕旨意将他们召回领罚。坐在赵钱身侧的左臣适时起身，瞥了妾儿一眼，嘴角勾勒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。皇上有所不知，那4位县令都被陈胜给杀了。赵钱拍桌而起，休得信口雌黄！陈爱卿恪守本分，怎么可能去杀朕的命官，犯此谋逆之大罪？其中定有误会，给我派人好好的查。赵钱随即给梁勇投去一个假笑。陈爱卿放心，此事我定会查明，将真凶碎尸万段，还你一个公道。妾儿心乱如麻，这个赵钱显然是已经知道了少爷杀害4位县令的事情。他和左臣一唱一和，明显是在试探。但凡回答有一点纰漏，只怕会瞬间丧命。妾儿勉强定了定心神，奴婢罪该万死，此事与大人无关，是奴婢所为。赵钱露出了得意的笑，只要他们敢承认，自己就有了处死2人的理由。既然是你所为，那陈爱卿也该治个管教不严之罪。赵钱眼神冰冷，妾儿却不为所动。奴婢也是一时怒火攻心，这4位县令压榨百姓，所得赋税却从未如实上报。奴婢偶然看见他们的宅院吃食，竟然比皇宫中还奢华几分。妾儿微微抬头去看赵钱的脸色，随后又假装惊慌，一边磕头一边求饶。奴婢失言，奴婢是想着皇上为国事日理万机，可这些人却借着皇上的威名奢淫无度。奴婢也是为圣上鸣不平，恳请皇上不要怪罪大人。赵钱勃然大怒，简直混账！这些人死不足惜。赵钱命妾儿起身，妾儿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左臣看向赵钱，见赵钱对梁勇的杀意竟然淡了，他着实有些急了，多次眼神示意，却都被赵钱直接无视。皇上宅心仁厚，奴婢替大人敬皇上3杯。第1杯，谢皇上苦心栽培；第2杯，谢皇上诏令封赏；第3杯，谢皇上宽宏待下。3杯酒下肚，赵钱已经被妾儿夸得飘飘然了。左臣眼神冰冷地看着妾儿，这个女子才是真正的威胁，自己一定要想办法除掉她。左臣看向一旁默不作声低头饮酒的文硕，计上心头，他端起酒杯假意敬酒。文硕将军是先皇重臣，战功无数，我敬文硕将军一杯。文硕抬眼看了一下左臣，他不知左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索性面无表情地将一杯酒灌下了肚。左臣微微一笑，将酒杯放在桌上。文硕将军好酒量，听闻您曾与陈慎的父亲陈汝大人是旧交，今日何不与故人之子畅饮一番？左臣一句话说完，假意看向了赵钱，见赵钱脸色变得难看，他便故作吃惊。瞧我这记性，忘了陈汝谋逆被斩首示众了。难得陈胜兄弟识大体，为国之心不因儿女私情动摇，真是让人佩服。我敬你一杯。赵钱听闻若有所思，良久才恍然地看着梁勇，眼中又充满了警惕。我竟忘了他还有个儿子，没想到居然是你。听到左臣提起自己的父亲，谢儿心中悲愤交加，他恨不得立即冲上去把这个昏君奸臣碎尸万段。可此时他什么都做不了，一旦引起赵钱的怀疑，一切就都功亏一篑了。切儿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可父亲的惨状时刻回荡在他的脑海中，他已经无法再思考了。这时文硕突然起身，老臣记得当年之事，全凭左臣的一面之词。文硕不屑地瞥了左臣一眼，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这朝廷当今究竟是谁说的算？文硕，你以为辅佐过我父皇就敢对我指手画脚吗？文硕欠身，老臣不敢，只希望陛下能明辨是非。说罢，文硕便重新坐回角落，自顾自地喝酒。赵钱恶狠狠地盯着文硕傲慢的样子，
气不打一处来。赵钱刚想发作，就被左丞拦住。今日乃是为陈慎庆功，皇上可别因为他父亲之事迁怒于他。我看陈慎也是个良才，不如就让他留在京中为官，陛下意下如何？若是平常，估计赵钱会不暇思索地答应左丞的意见。可刚刚文硕的话就像钉子一般扎入了他的内心。他回想起最近一段时间，自己好像的确一直被左丞牵着鼻子走。此事改天再议。幸而此事已经平复下来，见赵钱和左丞之间生了嫌隙，他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侍卫模样打扮、气喘吁吁地闯入宫廷。禀告皇上，大事不好！赵钱眉头紧蹙，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出什么事了？慢慢说。北境的民兵已经打过来了。在场众人几乎是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赵钱一把将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，金属碰撞声让人牙酸。赵钱指着倩儿和梁勇的脑袋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还不来人！把这两个逆贼给我拖出去斩了！”倩儿和梁勇对视一眼，他们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震惊。倩儿略作思索，跪下便道：“陈大人身在宫中，如何发兵？有此逾越之心的另有其人，还望皇上明察。”赵钱冷哼一声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北境都是你所管辖的范围，北境作乱，当拿你是问。”说罢，数十名锦衣卫便冲到殿前，目标正是梁勇。梁勇眼中有一丝决绝，如果知道自己活不了，他定会鱼死网破。就在这时，一旁沉寂许久的文硕再次起身：“皇上，何不派人先把反兵镇压，再来审讯他们也不迟。”见赵钱不为所动，文硕饮下一杯酒，接着说道：“先帝在时，常与臣论政。谈到攘外必相安内一句时，先帝便觉有失缓急轻重。眼下不知皇上认为如何？”赵钱闻言脸色更加难看，可他却不好发作。文硕拿先皇来压他，他即使再不悦也没办法。那就把这两个人押入天牢，让你们多活一会儿又能如何？倩儿和梁勇被带走后，赵钱扫视了众人一眼：“谁能领兵前去镇压叛贼？”左丞领旨：“臣定会得胜归朝。”从皇宫到天牢有半个时辰的路程，倩儿和梁勇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囚车当中。倩儿的脑中一片混乱，她想不明白我的用意。若只需数日就能筹集足够对抗朝廷的兵马，那我绝不会让他们二人冒险入京。可若是兵马不够，那我发兵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突然，倩儿的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：有人假传消息，目的就是置自己于死地。果然，在马车刚走过一半的路程时，押送的队伍就被拦停了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左丞。左丞一脸邪笑着走进梁勇的囚车。是不是很惊讶？为什么自己的队伍不听指挥，贸然进攻？梁勇一言不发，凶狠地盯着左丞。左丞看着梁勇的样子，笑出了声。因为这个消息是我捏造的，只要让皇上相信你造反，那么事实是什么根本没人在乎。就像你的命，天牢中死了一个人，就像死了一只老鼠一样常见啊！左丞笑得愈发猖獗，他在侍从手中接过一把长剑，在梁勇的身上比划着：“我会一刀一刀地将你凌迟，以世界上最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。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！”住手！在左丞即将动手的时候，一声暴喝从不远处响起：“什么人竟敢劫囚车？脑袋不想要了吗？”听到这个声音，倩儿激动得快哭了。这人正是文硕将军。左丞的神色有些惊慌：“文硕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文硕冷哼一声，他手下的人将两辆囚车围在这里，层层保护了起来。原来是左丞呐！你不是带兵讨伐敌寇去了吗？难道你口中的敌寇并不存在吗？左丞脸上的表情一僵，支支吾吾的不知所言。此事岂能有假？我只是觉得留着这两人，终究对朝廷是个威胁，所以想斩草除根。有什么不妥吗？文硕冷言道：“皇上下令留他们的性命，你连皇令都敢违抗吗？是我告病在家太久，竟不知这皇宫是左丞大人的一言堂了。文硕将军若是再污蔑我，就不怕我到皇上面前参你一本吗？”文硕没有理会，转身就带着倩儿和梁勇离开。一路辗转过后，倩儿和梁勇被带到了一座府邸面前。这是我的府邸，二位先在此处小住一阵，待到有机会，我立刻送你们出京。刚回到卧房，倩儿就瘫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她只觉得全身的骨头都软了。这一夜经历的太多了，几次在生死边缘徘徊。幸好最后文硕将军为自己解了围，否则今天恐怕难逃一死。好在他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倩儿没有精力再去多想，奔波数日，她现在需要休息。此时的皇城之外，我躺在床上侧头去看窗外的夜景，如今已经将北境的46县全部收复，坐拥几百万百姓的民心，充足的粮草以及20万大军，在民心值达到10万时，我解锁了系统的高级商城，终于在里面见到了让我心心念念的东西：无人机、坦克、火箭炮、冲锋枪。看到这些东西，我激动的险些跳起来，反复确认这不是自己的幻觉。我颤抖着手点击了兑换，用这些装备连夜组建了一支万人的精锐部队，手把手教他们使用现代武器。明天就是南下讨伐昏君的日子。
一夜未眠，虽然劳累，可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姐姐，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。他们现在还活着吗？天一亮，我号令全军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京城进发。倩儿醒来，见梁勇早已等候在他的卧房外，他眼角带泪，询问过后才得知，文硕大人昨夜溺死于荷花池中，今天一早就被秘密发丧了。全府上下更是连一点哭声都不准有，想来是左臣的手笔，那他下一个要着手对付的，应该就是自己了。倩儿深知此地不宜久留，一一拜谢过府上众人后，带着梁勇准备离开，可还未出门，他就惊觉府外竟有重兵把守。看来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。我一路高歌猛进，每进一座城，就用系统换来食物分发给百姓。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，守城的防御不攻自破。短短数个时辰，我就占领了北面的大部分区。左臣带人闯进了府中，不由分说，见人就砍。窝藏包庇朝廷重犯，犯下欺君之罪，当诛九族！倩儿和梁勇趁乱从围墙翻了出去，梁勇的眼睛都红了。这个混蛋，别让他落在我的手上！倩儿不语，回头看了一眼府中惨烈的景象。我们会回来报仇的。听闻有叛军从北境一路打来，势不可挡，各方诸侯全力抵抗，却也于事无补。反叛军已经兵临城下，皇城之内一片混乱。我很快就打到皇城脚下，各方诸侯以10倍于我的兵力将我围困。可在现代武器的火力下，人数优势根本不值一提，诸侯的力量很快就溃败。我派出坦克方阵，直接向着锦城碾压过去。倩儿已经逃到了城门前，可眼下城门紧闭，想出城根本就是妄想。城门紧闭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倩儿坚决地看着梁勇。我相信大人很快就会攻破城门，我们再拖一拖。我的坦克方阵虽然杀伤力极强，可面对厚重的城门，一时半会还真突破不了。我的心中隐隐担忧起来，不知道倩儿和梁勇的情况如何，会不会早已被狗皇帝残害？左臣阴冷的笑声在背后响起。原来你们跑到这儿来了，没想到你们身处皇城还能指挥大军造反。可我只要杀了你们，想必城外的乌合之众也成不了什么气候。梁勇将倩儿护在身后。皇帝昏庸无道，推翻你们乃是民心所向，就算杀了我们，也会有万千后来者。左臣冷哼了一声，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数十名手下群起而攻，梁勇他捡起匕首，以命相搏，竟然反杀了两人，但他自己也身受重伤，每次挪动脚步都会留下一个血色的脚印。倩儿牙眦欲裂。左臣，你今日所为，日后我必叫你百倍偿还。左臣不屑一顾。哦，杀了陈胜之后，下一个就是你，我倒要看看谁能奈我何。梁勇全身都是刀剑伤，他在数十人的围攻下，最终无力抵抗，被一剑穿心。倩儿姑娘，我这辈子堂堂正正，自问没辜负过什么人，你和大人的救命之恩，如今也算还了。左臣，我要杀了你！眼看城门久攻不下，我也豁出去。25发火箭弹齐射，在一阵宛如炸雷的嗡鸣声后，城门终于被炸开了一个口子。见状，我大喜过望，指挥着人马全力进攻。姐姐别怕，我马上就来找你。左臣不屑地看着倩儿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杀我的。左臣轻轻一挥手，他的手下们便朝着倩儿的方向逼近。可惜了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只怪你福薄。若是跟了我，何必受这般罪？倩儿放下梁勇的尸体，缓缓站起身来。我就算战死，也绝不会沦为和你一样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你就去死吧！就在这时，一连串的轰鸣在城门外爆发开，那声音震耳欲聋，甚至连大地都跟着晃动。所有人都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。待到烟尘消退，只见城门上多了一个大无数全副武装的士兵，手里拿着自己从未见过的武器冲进城中。倩儿原本绝望的心中又升起了希望。守城的士兵在冲锋枪的火力下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很快就被消灭殆尽。我此时大踏步地走进城中，远远的就看到倩儿的身影，倩儿也在望着我出神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数十支箭矢朝着倩儿飞射而去。不要！我的提醒终归是慢了，倩儿被箭矢洞穿，她的眼中有遗憾，有不舍，还有欣慰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疯了似的跑过去，将倩儿拥入怀中，喊出了那声我以为永远也叫不出的称呼。姐姐！倩儿伸手拂去了我眼角的泪水。弟弟，梁永主将死了，文硕将军一家都死了，我们的父亲也是被左臣陷害，你要为他们报仇，你不要哭。倩儿想抬手摸我的脸，可手刚刚抬起一半就重重的垂了下去，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我强忍住了悲伤，用力的点了点头。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会为你，为所有死在他们手中的人讨回公道。我命令手下遇到百姓赠粮，遇到权贵射杀，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百姓受灾，所有的权贵都难辞其咎。我把左臣枪毙了，随族5分钟，割下他的人头悬于城门上。我又将倩儿的尸身埋葬，他喜欢油菜花，我便在商城里兑换了一把花子，撒在了他的墓前。随即我带人打到皇宫，赵钱惊看着
你不能杀我，朕可是天子！我没有听赵钱的废话，亲手将他斩首，自己则坐在龙椅之上。建立新朝，我将用系统换来的粮食充足分给百姓，使用科技人工降雨，还教他们用药来预防洪灾。待到秋了，整个疆域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当中。我坐在高堂之上，四方百姓纷纷进贡粮食瓜果，而我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民心，民意值突破1000万，开启了传奇商店。传奇商店中只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百年博运。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兑换，一阵刺目的白光过后，我再次睁开眼，眼前的景象陌生却又无比的熟悉。我坐在咖啡店里，桌上的笔记本屏幕里显示着我刚刚完结的小说。窗外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，我看到街对面一个看上去10几岁的小男孩正缩在檐下躲雨，他的脸颊瘦得凹陷下去，衣服也破旧的不成样子，眉眼处竟有几分笑容。这时，一个20来岁的女生朝男孩走了过来，她手中提着2个白花花的馒头和一杯豆浆，看着她的脸，我一下呆住了。这不是倩儿吗？我看着她把手中的食物递到小男孩手中，男孩低低的说了声谢谢，将食物一扫而空。我看到这一幕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很想流泪。我低头去拿纸巾，无意间瞥见电脑屏幕右下角的弹窗里正在播放新闻内容。经过考古发现，历史上曾短暂的出现过一个朝代，该朝代拥有难以想象的科技水平。虽然皇帝的在位时间已无从考究，只能从只言片语的史料中得知，他给王朝带来了100年的富足。